可能有人会说，不趁年轻时买房，老了没人要租给你。没错，确实如此，很多房东不愿意租屋给老人。但是，请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有钱的老人，你可以选择养老方式是不是就非常多，而不是只有让别人来选择你？所以年轻时候不能被房贷让自己穷到老，而是要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赚更多钱。有钱老了还需要怕吗？大家好，这个频道是针对高房价所产生的各种问题，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。有对这种病态的现况感同身受的话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高房贷限制人生机会。根据联征中心资料统计，每年新增房贷金额屡创新高。2012年全台房贷总金额为 6.55 兆元，到了2021年底来到 9.5 兆元，等于10年房贷金额暴增近3兆元。平均房贷金额也从10年前的572万增加至837万元，增加幅度将近50%。而且在房贷族中，每4人就有1人房贷超过1000万元，比例创下历史新高。由于房价上涨速度远高于所得成长率，导致一般人可能要申请30年期的房贷，甚至是40年期才买得起房子。牺牲生活品质及健康。许多人为了买房子，努力勤俭度日，将积蓄存到头期款上，接着再将每个月1/3，甚至是1/2以上的工作所得，全都拿来付房贷。可想而知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机会，以及未来20-30年的消费力。在背负沉重买房及房贷压力后，势必就要压缩生活品质，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。于是生活支出只能被迫接受各种妥协。为了省饭钱，只能吃便宜食物或节食；为了省交际费，都不外出交朋友；为了省学费，不敢投资自己；为了拼赚钱工作，不敢生病休息；为了稳定薪资，不敢失业或不敢转职创业；最后甚至为了养房子，不敢生小孩。其次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人也没有办法再存到足够的紧急预备金及养老金。一旦生活中发生了意外，就很容易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老年的生活势必也得要继续过上苦日子，特别是年轻时拼赚钱、饮食随便，没有好好照顾身体，年老各种病痛缠身的几率就会很高。因此可以说，一般人想要圆上买房梦，几乎需要付出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，每日含辛茹苦到老，只为了换取一间房子。潜在风险危机。由于后疫情时代所带来的全球通膨危机，将来央行升息已是板上钉钉，可见将来几年内都将进入连续升息的阶段。但这对于银行借贷者是很不利的，特别是高房价所造成的高房贷族群，只要每升息一次，房贷族增加的利息支出也将更为沉重，可预知将来的生活负担只会更加雪上加霜。要是升息幅度更大，甚至是出现连续性的生生不息，一旦中途缴不出房贷，房子就会沦为被法拍命运。这也就说明了房子在还没缴清房贷前，其实都只是银行的。其次，第一集影片提到高房价已经造成严重少子化的现象，这表示房市已到了杀鸡取卵的阶段。未来在增多粥少的情况下，全台拥有100万户以上的空屋屋主，在房子多到没人要接手，也租不出去的窘境下，自己还要付高额的房贷利息，势必被迫进入一场可怕的逃命抛售潮，导致房市大崩盘。然而在房价崩盘的情况下，最可怜的还是背上几十年房贷的自住者，不但要扛当时所签下的巨债，还要面临资产严重缩水，甚至是有破产危机。具体做法，进行反思，选择属于自己的规则。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付出的地方，房子只是个栖息之处，不应该为了拥有它而牺牲生活品质，甚至伤害健康。扛债买房只会让生活变成一种巨大的压力，导致被迫只能做劳力性的工作，不敢轻易转职，甚至是创业突破自己。真的没有必要本末倒置，反而把快乐和健康都赔下去。想要做到脱贫致富的普通人，
除了要学习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，有更多的面向还有可能性之外，还要不断学习投资自己，把资源和金钱投资自己的头脑上，强化自己专业能力，甚至学习更多的技能，将来才能轻松赚到更多钱。这也是最安全的理财方式，到哪里都不会饿肚子，也不需要看别人眼色讨工作生活。我们要认清，房子本质只是用来住的民生必需品，人生不一定需要买房，就像车子一样，不一定要拥有。租车甚至是做大众运输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建立以租代买的规则，就可以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弹性，不用因为被买房及房贷绑着，而不敢在人生其他面向上有所突破。这是值得大家纳入人生决策里的思考方向。养房防老的观念已不合时宜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趁年轻时买房，老了没人要租给你。没错，确实如此，很多房东不愿意租屋给老人。但是，请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有钱的老人，你可以选择养老方式是不是就非常多，而不是只有让别人来选择你？所以年轻时候不能被房债让自己穷到老，而是要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，赚更多钱。有钱老了还需要怕吗？其实，在高龄化的时代来临，养房防老的观念早已不合时宜。现在有很多年老时的居住选择，像是养老村、安养中心，还有公办的老人公寓，甚至是饭店养老都可供选择。这些地方不但有适合老人行动的安全空间、活动环境，生活饮食也不用准备操心，万一生病了还有人可以随时照顾。而且这些老人机构和老年商机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，市场会变得更加竞争，可想而知所需要的费用只会越来越便宜。影片结尾，非常感谢看完这集影片的各位朋友们。也许你的内心会想说，每天工作都累得要命了，哪有时间去改变？这也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心声，所以他们无所惧。但我们又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为什么要遵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呢？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，不让他人主宰我们的生活和人生。如果认同本集内容，请按赞订阅，并且留言你的想法。这可以让 YouTube 将这影片推广给更多人知道，以凝聚更多的集体共识。本频道每月15号、30号更新，请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有最新影片的通知。生而为人，理所当然要去做让自己真正快乐的事。下一集高房价所造成的问题，全台老房危机。